這裡怎麼又着火了？還好消防車及時趕到啊！现在我們這個地圖基本上每天都在着火，很有意思啊！我們看一下這個消防車在哪兒啊？在這兒，可真夠他忙的啊！這個是我們村莊的消防站，已啟用的消防車數量2，說明這個每周維護560克朗，我們真是沒有白花。那麼今天我們接着來建設的話，可以檢查一下垃圾處理的問題，昨天已經解決了。然後醫療保健啊。已經生病的市民387，醫療床位0。那麼我們村莊的人口現在5000多，基本上是1/12。就這樣吧，數學不好。咱們蓋醫院的話，咱們可以把它放在这兒，就把它放在这兒。這裡的空地我本來還覺得全部蓋成居民區的話有點不是太好看，我們可以在門口先放一個小診所。這個診所呢，它可以救助100名病人。可以出动8輛救護車，這就不用想，這個8輛救護車現在馬上就要出滿了。我們先把這個診所呢向旁邊去移動一點點，移在這兒，讓它去作為一個醫院的門診來使用，讓我們的這個病人有一些頭疼腦熱啦、不點讚啦，他們都可以來到這邊去掛一個號。那麼門診有了以後啊，我們可以再選擇一個水泥路，這個水泥路，不對呀，從這邊去拉伸。開一個牆志啊！你看開了水泥路以後啊，就顯示我們這個醫院和旁邊的道路它变成一體了。然後我們把這條路向左邊繼續去拉伸，可以在上方去放置一個大型一點的醫院，比如說這個醫院每周維護16塊錢。我去，這個醫院，這個醫院是不是有點太大了？放不下來的話，那我們在後方去再造一個小醫院。比如說這個也是一個診所，然後呢，我們直接放置2個診所，再把這個遊戲稍微暫停一下。由於這個診所它現在看起來都是一樣的，我們可以把它稍微旋轉一點，然後把2間房變成1間房，這樣看起來就合理了嘛。本來就是一個小村莊，所以這個醫院呢，我們先暫時就不做大了，直接把它連接一下。然後道路都可以連接了以後，這2個房子他們也是可以出動一些救護車的。醫療的床位現在已經300了，那麼還有87位市民他們得不到救助。我們的山上正好有那個火葬場，那麼這個問題也就解決了。然後醫院旁邊的停車位啊，咱們找一下，放一個小型一點的就夠了，然後再拉一點小圍欄。目前這個道路和我們的建築去連接在一起，感覺好像有點不是太合適。那麼咱們選擇一個馬路上的圍欄，主要是這個圍欄不大，然後咱們把它拖在這兒，另外一邊放在這兒，可以看一下這個高度啊，還挺合適的。然後這個方向也來一道，连接向出口，可以了。就是規模有點太小啊！你看啊，我们建設好了醫院以後啊，這個地方現在來的市民越來越多了。然後我們再切到這個診所前方啊，不知道為什麼這個診所前方的這個停車位是不是有點太少了？然後這個汽車他們出現了一些亂停亂放的一些情況啊。咱們可以用這個模組 TMPE 把這個道路路旁車種限制給它取消了，讓他們全部停進我們的停車場。其實我們這個醫院它停車是免費的。等後期我們修建一個大型的醫院的話可以做一個收費的停車場。然後其他的位置啊，咱們就簡单的放一點小花壇。從這個位置來看的話，我們這個醫院現在已經完全被這個圍牆給圍住了。就是我訂閱的資產裡面，不知道現在有沒有那個救護車什麼的，我之前好像刪除了一部分。我們找一下這個分類啊，這是一個什麼玩意兒？把它放在這兒去看一下。街坊藥店，好像在醫院裡面去放一個药店也可以。然後其他的位置呢，咱們就可以全部把它堆放成救護車。再把這個刷子大小再調小一點，把它變成水泥地。這個車怎麼能停在草地上呢？來個箭頭貼在這兒。
然後我們正好可以放一些这个汽车輪胎的痕跡。貼到水泥地上以後啊，我們這個車輛就顯得稍微真實一點了，就顯示它不是一個擺設了。其他的位置就簡單的種一點小花，稍微吉利一點，這個黃的白的都要有。我們這個小型的診所呢，現在村民是可以來到的，救護車也夠用。咱們檢查一下各個診所的數據啊，已經救助的病人數量49，這邊呢50、150、150，怎麼感覺好像不對啊？救助的市民150，已經生病的市民現在還剩下146個，也就是說這個救護車他們現在還在不斷的跑路啊。咱們把前方的這個限速也取消了，讓它跑得快一點。畢竟我們是以人為本。村莊醫療問題解決之後啊，咱們再看一下這個應急服務39%，警察服務已經拘留的罪犯19%，監獄容量是20%，犯罪率9%。小學。那麼人口現在是已經5500了。如果蓋小學的話，村莊還有哪個位置？這邊是寫字樓，寫字樓現在是一個爛尾的狀態，資金鏈已經斷了。然後右邊這片小樹林肯定得拆，不拆的話，從這個位置看，有點太浪費土地了。就來到這兒吧，就來到這兒。咱們今天簡單一點啊，先放一個小型的小學，這個小學還不能太大。我先大概去把這幾個廣場給放這兒了，然後等後期我們再去觀察一下整體的布局，如果不合適的話，可能還需要再把這個方向調整一下。這裡有一個足球場，有一個籃球場，再把學校內部的樹給砍了啊，只框選樹木，就把它給賣了。小學的正門咱們先拉在這兒。斷頭路接近主幹道，但是不能連接，後期肯定會堵車的。OK， 我們再打開小學的選項啊，這個小學可以容納300位學生，還有一個社區學校。這個社區學校的大小倒是挺合理的，咱們先把它放這兒啊，然後再去看一下整體布局。這個位置缺一點高樓，好像可以，就這樣吧，就這樣。一個小學，現在市內的小學生達到了62位，我們再換一個方向，可以再次的為它增加一個教學樓。來吧，這個小學就貼着我們的足球場，還行啊。目前從這個布局來看的話，對面是一個小區，這個小區突然變成學區房了。我承認我之前有賭的成分，但沒想到爛尾房變成了學區房，轉手一賣，現在可以賺10個億。不能自嗨了，得抓緊時間蓋了啊。我們來找一下裝飾啊，這個學校和醫院的裝飾有點不是太一樣，我們可以找到這個公園類的裝飾。我們比如說有一些小走廊，然後再把它隨機出來一條馬路。再適當的去增加一些小桌椅，這個應該去放在道路的兩側的，距離稍微遠一點，太近的話太費事了，主要是主播比較懶。這個地方呢，小型的植物就不為他們去放置那麼多了，咱們就簡單的為他們去留一點小草坪。我們村莊的小學生呢，這個時候也可以上學了。但是帶狗的話，是不是就有點不是太禮貌啊？
2個小學現在可以容納600位小學生，從2個操场上来看的話，现在人气也可以。等后期再为他們蓋房子的話，就需要規劃一些寫字樓了。